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我是董继桥，向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问好，大家平安。请留言告诉我们您是在全球哪个地方收看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的节目呈现还有讨论的话题，有任何的想法呢，都欢迎踊跃留言来鞭策我们的团队。马上介绍这一集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妍婷，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以及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金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节目一开始要讨论的话题呢，就是要聚焦现在中东的战火又要再度燃烧了吗？美国总统川普他又在放话，他说呢，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因为美国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现在正在往伊朗来进发了。那么川普会这样讲呢，其实已经代表了美军想打伊朗的这个目的还是很明确的，并且模拟出了2套的攻击剧本哦。我们来看方案1，是所谓的有限打击。主要是针对这些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所在的军事设施做如这个手术刀般精准的力量去打击，那重点是削弱他们的军事力量。方案2呢，就是要把场面闹得更大，决定性的打击就是发动高强度的军事行动，要把伊朗现在的政权整个翻掉，不翻掉呢就不罢休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好，2种方案呢要来实施都离不开一个重点，就是什么？航空母舰打击群。所以我们也观察到林肯号。他在通过马六甲海峡之后呢，他偷偷关闭了他的定位发送器，所以说现在林肯号整个航母他们是处于一个隐蔽的航行模式了，这也是以往美军在进入到备战状态时呢一贯的模式。而它所上面搭载的 F-35这个逆踪战机也会是这一次如果要空袭伊朗呢必不可少的一个空中力量。除了 F-35之外呢，美军的海外基地还可以来帮助包括了 F-15E 啦，还有部署在其他更多地方的这些空中战力，都可以来做一些联合的支应。好，一言以蔽之呢，就是现在美军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动作，我们看到不管是明面上的、明面下的，都已经是这个蓄势待发的感觉了。这个箭呢，马上就要发出去了。那依照过往的经验，川普他授权的进攻绿灯，这个周末有没有可能就放行了呢？我们先请张教授来做分析。我们可以看，这林肯号航空母舰到位了阿拉伯海，然后它的一些相关的，包含空中预警机，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以及 F-15E， 如果都到了中东的美国驻军的基地停火之后，我认为一切到位了，它就可能对伊朗开始动手。那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有2个关键因素你要到，第一个空中预警要到，E3跟美国林肯号航母舰属了 E2D， 这个2个都要起来，因为没有起来，没办法做空中管制，可能有时候会造成误击事件。是，那这个就非常重要。那这2个没有到位之前，我认为还动手的可能性还没有，因为要空中。另外一个我们讲的就是 KC-135空中加油机，因为这个航空母舰不可能太靠近伊朗，因为否则伊朗的地对舰的反舰飞弹会对航母的打击群实施威胁、实施攻击。那它会在它的这个飞弹有效射程一个安全的距离，那这个时候就要空中加油机了。因为空中加油机 F-35也好，或者是咆哮者的战机起来没有经过空中加油，可能在返航油量会不够。所以我认为这2个空中以及空中加油机到位之后，才有可能实施攻击。攻击的方式如何呢？我认为外科手术式。上一次的时候，在1月3号对委内瑞拉实施马杜罗实施。这个类似斩首，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纽约去准备这个审判了。对，那我认为这是外科手术室。那它的进行的步骤要有4个。第一个，一定要电磁制压，电磁权一定要先强调，对伊朗的防空飞弹电磁制压住。那这时候这就可以获得了电战的优势，才会有第2步。第2步，我认为美国会发射战斧巡弋飞弹。所以它这航母打击群为什么要过去？因为它的提康德洛加级的飞弹巡洋舰，以及它的我们所讲航空母舰的飞弹驱逐舰，还有护卫舰，里面有战斧巡弋飞弹。这个就是对它这个伊朗的重要的雷达站的关通系统、重要的指挥所，先做第1级破坏。因为这样子的话，美国才可以掌握空优，先把它的关通系统跟防空飞弹阵地先做破坏。第3步骤才是派战机进入。那派战机就分有2股兵力，第一个 F-35负责制空，因为它逆中战机，空优交给他。F-15负责对地打击重要的目标，因为这些相关摧毁完毕之后，美国经过人造卫星的战果征兆，还有哪些要继续要摧毁？
还有哪些重点的目标要继续实施制压，这个时候交给 F-15E，那 F-15E 就准备过去进入这个伊朗的境内来实施渗透性、穿透性的打击，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外科手术室。那会不会有地面部队进入呢？我认为还不会有地面部队，因为地面部队进入的话，会造成美军的伤亡。因为这一次在1月3号的委瑞纳，美国地面部队从来没有动过，就达成了外科手术室的斩首战，把马杜罗抓走。那这一次的话，它最重要的是对伊朗的高层、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以及哈梅尼他的宗教领袖，我认为他会实施外科手术室的这种攻击。然后最重要的是情报掌握，所以我要认为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系统这一方面可能有情报分享的机制，那会把详细的位置经过以色列的掌握，然后告诉美方，美方实施动手，这种可能性最高。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知道，那最后面这一次最好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 F-15，因为它是我们讲的炸弹卡车，因为它上面炸的非常多，算是个轻型轰炸机。对，这个也有上一次的话，还有历届都有战果。然后我认为这一次重要的反制目标应该由 F-15E 来做担纲，然后把其他的还没有摧毁的这个伊朗的重要的政治军事的设施来做摧毁。所以我们一看，这是一个有限的战争，不是无限的战争，而且是外科手术的这斩首战。那至于斩首会不会成功，他们会不会藏匿这个9地之下，进入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碉堡的指挥所里面，让美军没办法做掌握，或者是就算掌握他在那个地方，但是没办法摧毁他在地底之下，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美国会持续掌握到后续继续用兵的姿态，会给伊朗在军事上极限施压。伊朗呢，我们知道内部的这些抗威、游行、抗议、示威，那这个方面都还活动不断，换句话说，伊朗会面对内外的压力。那为了会不会造成它这个内部政权非常大的这方面的威胁？我认为会产生，就变成也类似的这个里应外合，让伊朗政权在这方面可能会倾覆的可能性如何？我认为非常值得观察。好，刚才张教授给我们提出了2个观察的重点，就是电的这个预警机还有加油机，这2点一旦到位呢，美军这个手很快可能就会打下来了。好，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啊，换作是谁啊，当然都会怕嘛。但是伊朗啊，他们也不好惹，像是武装部的发言人呢，就警告川普，如果有人敢对我们的领袖伸出侵略之手呢，我们不仅会砍断他的手，还会让他们的世界陷入一片火海。哇，你看这话说的很强硬哦。而且伊朗的这个武器库真的能做到这样的底气吗？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伊朗虽然去年呢在跟以色列的对轰中消耗了700枚的飞弹，不过呢他们在美军的估计下，可能还拥有3000枚以上的各类飞弹，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法塔赫的超高音速飞弹啦、流星3型的弹道飞弹等等，而且射程呢是可以覆盖到2000公里的，整个中东都在射程范围之内。而且日前完成了这个试射啊，有这个高达1万公里的洲际飞弹哦，也是试射成功的，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哦，这个大家伙。那我们都知道呢，另外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也都对伊朗有一些飞弹的资源，我相信这也是美军所忌惮的。那好，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军很积极在部署它的 Golden Dome 它的机穹系统，但是在机穹系统都还没有建制完成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像这位伊朗发言人警告的，你打我，我就让你美国陷入一片火海，防御上做得到吗？美军可以防得了这个伊朗最可能的反击手段大概是什么？来，将军。我们讲了这个美国虽然拟了2套攻击伊朗方案，第一个是有限打击，我认为有限打击它没有效，这去年6月份已经证明过了嘛。美国跟以色列来讲，对伊朗这个持续的空袭了12天，但是虽然说是也可以称之为有限打击的，但是它现在一样依然又壮大起来了，所以有限打击是没有效的。第二个来讲，决定性的打击，我觉得它做不到。为什么美国做不到呢？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那你根本做不到。你光想要靠空中的力量屈服敌人的意志，或许对一些国家你可以做得到，但对伊朗这个国家，你光靠空袭是屈服不了他的意志的，因为他有很强烈的这个宗教的思想在里面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地面部队进去做不到。
那这一次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准备了大量的导弹。美国跟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战略观念还是传统的空中的空袭制空作战，或者是地面的武力攻势作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来讲，都有强大的空中以及地面攻击的力量。但是伊朗这一次给我们示范一次什么叫做导弹作战，我称之为也是一种不对称的作战。它虽然说它没有很强的空中武力水面的舰艇或者是地面的作战武力，可是它有很强大的一个导弹。那你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就是不对称的作战，它一样可以对以色列这个距离1000多公里以外的国家来用导弹来实施攻击。去年6月份，它已经证明了，它确实是你的拦截力道后续去年6月份之后这个以色列对于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拦截，那个感觉上面它的拦截率已经降低了。那以色列自己有好几个重要的设施都被击中目标。那美国来讲的话，现在它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重要军事基地，包括卡达尔的这个乌代尔空军基地，包括在巴林的第5舰队这些都是在伊朗的导弹射击范围之内。那如果说美国自己也知道担心了，他现在开始将这些基地人员做一些撤离，可是这个你能够撤离跑得了，庙跑不了。这个和尚可以跑得了但是庙你跑不了。如果说伊朗一旦对你这个基地设施实施打击，那你一样会遭受很重的损失。尤其是这次伊朗它号称它有一款的新型的导弹，洲际导弹，射程可以到达1万公里。我们不论它是不是吹牛，但是如果说它已经讲出来的话，那确实可以对美国实施攻击。当然不至于对美国全国造成一片火海，可是他只要找到以美国这种他只要老百姓他的几个主要城市遭受到一枚的导弹攻击到，我觉得对美国全国的政局来讲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更遑论这次如果说伊朗已经准备了将近3000枚的各型导弹，我觉得这个不是吹牛，可行性是很高，因为去年6月份之后。我们就听到伊朗大量的进口硝酸铵这一类的这个导弹发射的原料进口，然后中间有一次还发生过爆炸，那可见它在大量的存储以及制造这些弹药。但最后我们要知道，伊朗这个国家它最大的武力是什么？是革命卫队，它不是国防军，国防军武力不强，但是革命卫队是真的是有战力的一支部队，而且是有宗教思想的一支部队。那如果说你贸然跟伊朗开战，你第一次没有办法将它这个实施斩首定点清除之后，那后续来讲，那会不会他跟你来一个鱼死网破他这所有导弹一股脑的往以色列砸过去，往你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砸过去，那当然会对美国跟以色列造成很大影响。大家不要忽略了，这次以色列纳坦雅胡已经做好这种心理准备，他准备承受住700枚的导弹的攻击所以说纳坦雅胡自己也心知肚明，如果这把火打起来的话，以色列势必会遭受到将近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当纳坦雅胡是说，我就算我承受700枚的这个巨大的损失，可是如果可以将这个哈米内伊这个宗教政权铲除来，他觉得还是划得来。所以从他以上讲这些话，你就知道以色列如果这场仗一打起来，他一定会遭受到攻击。当然，只是说如果说你以色列承受住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后续的可能就不只是军事上的问题了，而是国内的政治局势。以色列老百姓可不可以接受？还有美国，还有国际的战略观点、地缘政治上，如果说这个当这种导弹确实发挥它这个所谓不对称战争的这种效果之后，那对于全球的后续以后的战略想法会不会改变？对于整个地缘战略会不会有重大的改变？这才是觉得更加以深思的。但是我讲一个结论，我认为美国不敢贸然的动手。还是不太贸然动手，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对伊朗打下去了，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呢，可能就要先挨打。不过，总理纳坦雅胡也已经做好壮士断腕的决定了，说我愿意承受700枚这个飞弹的攻势，但是如果可以把这个哈米尼的政权铲除掉，他认为是值得的。可见中东局势现在已经很接近一触即发的状态了。不过开战前呢，川普也再次强调，他将对跟伊朗
有往来的一些国家加征25%的关税，并且是很快就要生效了。可见啊，美军要飞弹跟这个经济武器啊一同来发难。那当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嘛。而如果美国真的等手让哈米尼政权垮台，势必会扶植一位亲美的领袖上去做这个政权的交替。那么长久以来，对中俄两国在中东的布局会有什么非常重挫的严重性吗？还有这么多年来，伊朗人民已经习惯这样政教合一、这样神权政治的哈米尼式的这样的洗礼呢？如果这个时候伊朗社会的最大群体换老板了，换了一位亲美的领袖，在这个情感上能够接受吗？杨老师，伊朗不是委内瑞拉，格陵兰、黎巴嫩，伊朗也不是伊拉克。美国要在那个时候打伊拉克战争，都是出动地面部队。那当然，现在如果要打伊朗，真的能够一下子取得全面胜利吗？占领伊朗吗？还是说只不过是重点的飞弹的打击，然后呢加速伊朗政府内部的这种混乱，以及它可能走向动荡？所以几个选项都会对美国跟对伊朗跟对整个中东都不同的影响跟冲击。那当然也会对中国跟俄罗斯会有不同的影响。如果说伊朗能够抗拒了美国几次轰炸，其实有点像是延续过去几波的这种情况。那内部的这种就是说那种压力锅会更加的闷烧。那这个东西等待下一次什么时候呢？会怎么样的爆发？不知道。但如果说美国决定真的是要去政权更替，对，那就必须要除了飞弹之外，甚至可能有一些地面部队，或者是说呢进一步进去渗透，然后支持反对的力量。对。可是反对的力量现在看不到有武装的力量，武装主要还是在革命卫队跟他的民兵组织。那有没有可能他们转变？这是我觉得美国在这几十年来大概都思考过，但没有成效。也不要忘记，伊朗还是有很庞大的神权支持者，毕竟这个什叶派的支持者还是很强劲的。是的，所以就算是我们做美国最理想的打算，他在短期之间可以去更替政权不一定他自己美军进去更替，而是里面的内部的政府动乱而出现新的这个政权，他会不会出现一个亲美的政府呢？我个人觉得，愿意跟美国交往、愿意跟美国和解的这个政府，其实这个声音一直都存在。现在的伊朗的总统，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比较温和派，但是他没有实权，对，因为最高领袖掌控一切。所以如果说这个现在不要讲变动太大的话，现在的伊朗总统如果真的掌实权，他可能愿意和解，但他不一定会亲美，因为他也知道整个伊朗人民的组成，以及伊朗在这里的地缘利益，还有呢过去和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都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他完全的亲美，你事实上可能造成地缘政治很大的变动。那当然跟过去俄罗斯的战略跟军事关系，跟中国大陆的能源、军事还有外交关系，可能都会随之改变。所以这种变动可能大概不一定是一个新的伊朗政府出现。那我觉得愿意和解、愿意交往也是美国愿意的。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和解交往的伊朗的新政府对以色列也是相对安全的。但前提是如何能够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政府，这是现在美国在思考的。好，这个谢谢杨老师的分析哦。这个是不是要借助扶植另外的力量来推翻，让现在伊朗内部的压力锅整个爆开来？这个要时间来观察。那待会我们会跟3位专家继续来探讨更多的国际军事、地缘政治，还有专业分析的产经话题。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